在得知程少商和袁慎定亲后，凌不疑终究还是忍不住从边关回来了。凌不疑想的和真正做的是两回事儿。与凌不疑退婚后，程少商住进了永安宫。虽然他是为了已经被废的淮安王太后，他将永安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替淮安王太后遮挡了外面的风雨，同样永安宫也护住了程少商。虽然程少商不在乎外面的流言蜚语，他刚开始的时候连宫中的小奴婢都敢在背后嘲笑他，更不用说那些喜欢凌不疑的贵女。袁慎的追求至少让他看起来没有那么惨。袁慎一直都想要找个极好的对象，那个对象也要有家世背景，也要有管家的能力。蔡家也是他千挑万选选定的，但是他知道程少商和凌不疑退婚后，立刻就抛下婚约。袁慎也是平白的得罪了蔡家。程少商在永安宫待了5年，袁慎就在外面等了5年。程少商答应袁慎的求婚，也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为了淮安王太后。淮安王太后不放心程少商一个人，为此，程少商先去联系了前太子，前太子直接吓懵了，后来才选择了袁慎。袁慎连将就都不是第一选择，真的实在是太可悲了吧。凌不疑知道程少商和袁慎定亲后，也一直在尽力护住袁家，但是他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爱程少商。一如他当年也为了楼瑶选了极好的外放地方，但是一有机会自己立马就抓住了。在田家堡的时候，凌不疑为王延基感到不值。王延基本来也是贵女，她不该为了楼奔所谓的深情，为他做到这个份上。王延基在丈夫死后，她设计假死，改嫁给了叛军李阔，然后她买通杀手假扮杀匪，在娄家大方回娘家的路上把她给虐死了，然后买通娄家下人给娄金投毒，最后娄金也中毒身亡。做完这些的她还不满意，她知道程少商是凌不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利用程少商把凌不疑引到了地宫中，准备烧死他们。却不料计谋早就被凌不疑识破了。在地宫中，王延基指责凌不疑为自己报仇血恨痛快了，却对程少商不管不顾。留在都城的程少商这5年来一直被别人闲言碎语，连宫里的小太监小婢女都能对他指指点点，那些皇宫的贵女更说他是痴心妄想，做了你报仇了挡箭牌。听到这些的凌不疑心疼不已，后悔当初抛弃程少商，让他这5年来一直活在痛苦之中。凌不疑嘲讽楼奔心中只有自己的事业，他但凡多替王延基考虑一份，就不会发生同流线的事情。可惜王延基到死都还在惦记着他送的镜子，而王延基显然对此嗤之以鼻。毕竟一个在结婚前3天复仇的人，又有什么资格嘲笑楼奔呢？血海深仇不能不报，但是在明知自己一定要复仇的情况下，又怎么可以招惹自己心爱的人呢？程少商自小孤苦，心思敏感，在遇到凌不疑之前，他连爱人都不会。是凌不疑强势地闯入了他的世界，又突然将漫天的灾难带给他。凌不疑不曾想过，如果程少商没有提前发现问题，及时举报了凌不疑，程家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自顾不暇的程少商也无法在朝堂之上为凌不疑为自己辩解。凌不疑早就做好了亡命天涯的准备，他动手的时候手上没有一点证据，他是孤家寡人，又独得文帝宠爱。但是程家程少商都不是，文帝对程少商的所有偏爱都是因为凌不疑。文帝就像普通家庭的婆婆一般，对于儿媳的喜欢赞不绝口的前提都是因为儿子。萧主任活得小心翼翼，每次都因为程少商未来夫婿背景太好，担心袅袅的脾气，惹下什么灾祸。在遍布全国的都城，程家真的是小门小户。受社会风气的影响，都城中跋扈的贵女很多，比如昭君、武公主、王陵、豫昌郡主，甚至是万七七。但是程家明显不够资格。程家刚来都城的时候，住的是万家的偏房，后来的房子也是万家的，因为圣上赏了万家房子。程少商和凌不疑其实不一样，他们又放纵了资本，按照凌不疑原本的计划进行。文帝有多偏爱凌不疑，事后就会有多憎恶程少商。程家根本无法承受天子之怒，这些凌不疑从来没有想过。